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我出生1天就被遗弃，亲妈33年后找上门，闹着让我给她20万生育费，我一招吓得她扭头跑。我10岁那年才知道，我是爸妈捡回来的孩子。那次我放学回家，刚进门，发现家里沙发上坐着2个陌生人，看到我进去，陌生女人还抹起了眼泪。我不明所以，我妈这才无奈地告诉我，说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，现在想和我相认。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让我难以接受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把我捧在手心宠着的爸妈，竟不是我亲生父母。我妈把我抱在腿上，拿着毛巾给我擦着眼泪，说她和我爸没女儿，老天爷才把我送来了。我爸告诉我，说我的亲生父母在我刚出生1天就把我丢弃在马路上，那时还是冬天，就因为我是女孩。他当时出门卖豆腐，发现了在路边的我，把我抱回了家。他们来是想和我相认，还和我爸妈说要共同养我长大。但在我爸妈提出让他们承担我1半学费的时候，他们又悄无声地消失了，又一次选择丢弃了我。如果我刚出生，他们丢掉我，对我造成的伤害是0，那时我还没有记忆，但10岁这次对我的丢弃，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没法计算的。我叫刘美娟，今年33岁，我爸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农闲时做点豆腐卖，来维持生计。我还有2个哥哥，家里并不富裕。我小时候，农村也没听说过奶粉，是我妈熬好了小米粥，一勺一勺小米汤，把我喂养大的。我5岁那年，我爸生了重病，干不了重活，我大哥在高2，二哥在初3，我爸看病花了不少钱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2个哥哥还未成年，就双双辍学出去打工了。即使这样，我爸妈还是坚持把我养大了。我中考的时候，2个哥哥到了盖房娶媳妇的时候，别人劝我爸妈让我辍学去打工，贴补家里。我妈当时说，不管家里多穷，只要我能考上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要供着我读书。我妈说，只有好好上学，以后才能有更多的出路。我高3的时候，那时我大哥已经30岁，因为家里穷，没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，村里人给我爸妈出主意，说不如把我留着嫁给我哥，反正是捡来的孩子，也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哥说，就是打1辈子光棍，也不会毁了我1辈子。我爸妈再着急，也没听取别人的意见。如果不是10岁那年，我亲生父母来和我相认，我绝对不会知道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。我爸妈和2个哥哥供着我读完大学，大学毕业，我在省城工作了几年。我老公是我高中同学，我俩结婚后就回到老家的县城开了家公司。前2年，我在县城给我爸妈也买了套房子，把他们从农村老家接了过来。我爸妈搬到县城没多久，那天我正在工作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亲生父母找到家里，想要和我相认，问我意见。我挂了电话，急忙赶回了家。我真搞不懂他们闹的哪出，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消失不见，现在我都33岁了，又来和我相认。对于他们，我没有任何感情，甚至还不如远亲。我给他们表明了立场，我不会和你们相认。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，养育之恩大过天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，
以后就当个陌生人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爸妈了。他们对我的决定很不满意，说现在我弟弟都大学毕业了，条件也好了，就想补偿我。我也不想要他们的补偿，如果他们有这个心，就不会有第二次抛弃了。不用了，我也不想要你们的补偿，我现在什么也不缺。再说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你们女儿？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不信，我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我生母说道。他们的话让我感觉很好笑，明知道我是他们女儿，30多年不管不问，现在看我给爸妈在县城买房了，又跑来认我了。呵呵，不管是不是，我都不会认你们。我爸妈身体不好，希望你们不要来家里找他们。我直接对他们下了逐客令。他们走后，我妈说他们是听村里人说我现在过得不错，还在城里给我爸妈买房养老，把他们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他们才找来和我相认。之后他们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，一直提出要和我做亲子鉴定，都被我拒绝了。我生母打过几次电话给我妈，让我妈劝劝我，让我原谅她，还说现在条件好了，也不图她什么，当初但凡有一点办法，就不会丢弃她。以后我们两家可以当亲戚往来，等我们老了，她有能力的话就赡养我们，没有能力我们也不怪她。我妈把她说的话给我说了说，真不知道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失忆了，怎么好意思提出让我赡养她的。我一直拒绝和他们相认，也警告过他们不让去我爸妈家，没想到他们直接找到我公司，还说你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很重要，但是我们的生育之恩也同样重要，还非要拉着我去做亲自鉴定，证明我是他们的女儿。我想想都感觉可笑。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抛弃亲生女儿一点都不愧疚，反而还来纠缠不休的。他们的这次行为彻底惹火了我，我告诉他们，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我就直接报警。他们看我不妥协，又找了熟悉的人，一起去我妈家坐了一下午，做我爸妈的思想工作，还对他们说，你们现在能有这么好的生活，幸福地安享晚年，是多亏了我10月怀胎生下倩倩。我爸妈这次也气得不行，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怎么还觉得我爸妈现在过得好，还应该感谢他们的丢弃之恩了。我告诉爸妈，下次他们再来也不用给他没开门，也不要接他们的电话。他们反复纠缠了我们一家1年多，多次要求我去做亲子鉴定，还多次骚扰我爸妈。后来自称我亲姐的人也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同意相认，不就是逢年过节给点钱吗？而且都是我们大家一起给，又不是让你自己给，等他们老了养老送终我们也一起，又不是让你自己承担，你为什么把物质的生活看得这么重？他的话直接把我气笑了，还逢年过节给点钱，等他们老了给他们养老送终，就算他们生了我又没养我，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，让我给他们养老送终。前不久找来一个中间人上门说和，说不做亲子鉴定也可以，但要我给他们20万的生育费，彻底买断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每个月给2万，分是10个月还清。他们的话让我爸妈很生气，他们气得直骂，说就没见过这样的亲生父母，一天没养还好意思张口要20万。去法院起诉我吧，如果法院判我拿钱，我心甘情愿。我平静地听他们说完，直接说道，
其实从他们要和我相认开始，我就已经预感到他们的最终目的。这次之后，他们消停了好久，就在我以为他们放弃的时候，他们竟然跑到我公司外面马路上拉横幅，上面写的“我不赡养父母，道德败坏”。我忍无可忍，直接报了警，只能选择找律师来保护自己。以后我也懒得和他们沟通，希望以后有什么事让他们找律师谈。反正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和他们相认。从他们抛弃我的那天起，我和他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，更没有赡养他们的义务。我的责任就只有孝敬和赡养我爸妈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